民数记5章11到31节记载了一个特殊的试验——妒忌条例。当一个丈夫怀疑妻子不忠，但没有确切证据时，他可以带妻子去见祭司，由祭司执行苦水试验。这个仪式涉及一碗带有咒诅的苦水，如果妻子无辜，苦水不会对她产生影响，但如果她有罪，则会受到惩罚。这段经文的本质在于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。古代以色列社会没有现代的侦查手段，这条律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公平审判的追求，也强调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，他会揭露真相，维护公义。永强是一名年轻的平面设计师，已经结婚5年，妻子芙蓉是他的大学学妹，两人相识于设计社团，一起经历了无数的熬夜与提案，感情深厚，婚后生活也算幸福美满。但最近芙蓉发现永强变了，他开始频繁加班，手机不离身，讯息来了就躲到一边回，还会时不时地露出奇怪的微笑。有几次芙蓉无意间靠近他时，他甚至会立刻把手机翻面或快速切换画面。芙蓉心里开始有了疑问，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起初芙蓉告诉自己不要乱想，毕竟他们相爱多年，永强不是那种人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他的疑虑越来越深，连夜晚入睡时都会忍不住猜测，他是不是认识了别的女生？于是他开始偷偷观察永强的行为。他洗澡的时候，他试图解锁他的手机，但发现密码改了。他开始对他的关心变得冷淡，甚至对他的晚餐都兴致缺缺。某天，他在洗衣机里翻到一张陌生的发票，上面竟然是2人份的下午茶。他竟然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去喝咖啡。这个念头让芙蓉的内心炸开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当永强回家时，芙蓉终于忍不住质问，你到底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永强愣住，眼神闪烁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的手机为什么改密码？你为什么老是躲着我讲电话？还有，这是什么？芙蓉拿出那张发票，语气充满愤怒与不安。永强沉默了几秒，深吸一口气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芙蓉点点头，内心已经准备好迎接最坏的答案。我其实是在准备你的生日惊喜啦。永强叹了口气，把手机解锁，打开一个对话框，里面是他和芙蓉最好的闺蜜的聊天记录。这次的生日派对一定要让她超惊喜。蛋糕订好了吗？她一直怀疑我，好险，她还没有发现礼物是什么。芙蓉看着这些讯息，瞬间愣住。那张发票是我和你闺蜜去挑生日蛋糕的，这几天我一直偷偷安排，结果你却怀疑我。永强苦笑，语气中带着无奈。芙蓉顿时觉得又好笑又愧疚，原来这几天的猜疑全是误会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怀疑进入一段关系，就像一颗小石头投入湖水，
会掀起无数涟漪。神为以色列人设立苦水试验，不是为了羞辱或惩罚，而是为了让真相大白，恢复夫妻关系的信任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当我们怀疑某个人时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寻求真相，而不是凭空猜测，让怀疑吞噬我们的爱与信任。当我们与他人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配偶，发生信任危机时，我们应该选择开诚布公，而不是让怀疑发酵，甚至影响彼此的关系。神希望我们建立在真理与爱中的关系，而不是在怀疑与不安中挣扎。